兄弟们，我们到拍摄棚了哈，接下来就来大家看看小米第一台 SUV 小米御七。先来说这辆车的这个尺寸，5米车长，接近2米宽，然后3米的轴距，和小米苏七呢其实也是差不多的。但是啊，这辆车如果你看完实车以后，你绝对不会认为它是小米苏七的一个拔高版，它和小米苏七内内外外很多地方都完全的不一样。然后接下来我们先来说外观，我最喜欢的肯定是它这个特别夸张的这个泵式前机盖，然后包括它非常有力量的这个大屁股，然后这个泵式前机盖呢，其实让整个的头车比啊达到了1比3。小米说他们这个前机盖是全球量产车里面积最大的这么一个泵式的前机盖，并且呢，这个前舱盖啊也是支持电动开启的，摁一下，非常优雅。而且这么大的一个车头，小米也没有浪费，它这个前备箱的空间达到了141升，所以说这个前舱盖的装载能力是非常之可观的。但我觉得啊，装载能力都是其次，对于这辆车来说，最主要的还是整个的前车头看起来非常的有力量感。我们看工信部的一些选配啊，能够知道这辆车其实有很多碳纤维的元器件能选，但是我现在这辆车没有选碳纤维的件儿，我个人是觉得其实不太用选。我不知道那个具体的差价，现在还什么都不知道，但我是觉得目前这辆车现在的视觉效果就已经非常帅了。碳纤维的话，除非你特别喜欢，否则我觉得现在这个状态已经很棒了。然后这辆车做了大量的这个空气动力学的开孔，这些都是实打实的，不是摆设，是真的有开孔用来导风的。所以说这辆车的驾驶虽然没开过，但是这辆车的驾驶的底子，包括为驾驶方面做了一些设计，应该还是很不错的。然后来到车侧，这辆车是非常简洁的。那可能争议比较大的一点就是小米苏七上那个广受好评的门把手为什么改成这样了？然后我和小米的这个工程师也聊了一下，就是改成这样的核心原因呢，还是因为两个车的车型不同。如果这辆车的车侧采用了一个半隐藏式的门把手，它会破坏一些这辆车在侧面的美感。而小米的解决方法呢，是尽可能把这个解锁的体验做到和半隐藏式的感觉差不多。比如说啊，现在我想解锁这辆车，我手轻轻的往里一推，哎，你会发现它这个隐藏式的这个盖儿啊就已经进去了。然后我把手放进去，然后你这时候也需要用一定的力去，哎，车门就打开了。所以整个的解锁的感受其实是和小米苏七的那个半隐藏式的门把手是差不了太多的，并不会像很多车这奇奇怪怪的一些门把手体验很差。反正我现在用下来，我是感觉这个解锁体验还是蛮优秀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这个后面。这个后面呢，我再说一下，这个后面这哪个男人不喜欢大屁股呢？是不是？这个屁股非常之具有力量感，无论是从45度角斜看，还是我到这个角度去正对着看，这辆车的屁股都非常非常的吸引人，给人一种很敦实、很稳定的感觉。然后这辆车的车尾灯呢，也是采取了这个小米苏七研成下来那个非常漂亮的一体式的星环大灯。这个星环大灯放在这个屁股上，其实也会比小米苏七那个更加有力量感一些。然后呢，这次它的这个后尾箱的开门的按钮移到了下面这里啊，移到下面这里，我拿膝盖试了一下，也可以拿膝盖正常顶开。然后整个的后备箱的容积呢，其实不算是特别的夸张。然后呢，这里和小米苏七一样，有一个下沉式的这个储物空间啊，这儿可以放个头盔什么的，是吧？然后并且这个部分还有一个小的，哎，有一个小的一个储物格。然后尾箱呢还是有一个小变化的，我目前能看到的就是这个照明啊，明显面积变大了，而且两侧也都有。然后呢，它也支持这个电动的座椅放倒，你一键摁一下，它就能给你把后排座椅给放倒，这点还是比较方便的。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小米御七全系都标配了激光雷达。这个配置我觉得还是比较重要的，因为辅助驾驶是越来越重要的一个功能，但是在很多极端天气下，比如说雾天、雨天，激光雷达还是能够发挥出一些很重要的安全冗余方面的功能。那接下来呢，我们正式上车看看这辆车的内饰。但在正式讲解内饰之前，我先给大家看一个感觉，就是我现在啊，这是辆 SUV， 我现在坐在主驾这一侧，然后呢，我们已经把这辆车的悬架调到了最低，大家感受一下这辆SUV 的
车身高度、车身姿态，它有多低，非常的夸张。所以说这辆车真的是一辆完完全全不油腻的 SUV。那接下来呢，外观说的差不多了，各位跟随我的视角一起来看看内饰。OK， 我们进入了内饰啊，这个内饰我进来的第一感觉就是它的品质感明显的提升了，整个的氛围感、高级感要比小米苏7那时候好很多啊。我跟大家说这个感觉的原因在于哪里？首先呢，是它采用了2个环抱式的这个座舱，有一种游艇环绕的这种感觉。然后其次呢，你能摸到的大部分的地方啊都是软质的，方向盘也好啊，座椅也好，而且座椅舒适性还是不错的，包括这些部分也好。还有一点就是小米开始在很多细节上注重品质感了，比如说，这个音箱的包裹件变成了金属的，比如说这些部分的品质感就要更好了，而且中间还能看到一块非常漂亮的全景 HUD， 这个视觉效果要比我预期的好很多。所以这些元素叠加在一起，就让小米预期的整个内饰质感远超我的预期哦。一个 wordplay 我甚至有个什么感觉呢，就是我买过小米苏7 Max 嘛，然后我现在又订了小米苏7 Ultra。我订小米苏7 Ultra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小米苏7 Ultra 的内饰的质感、战斗感要比小米苏7 Max 要好很多，而这辆车的高级感不输小米苏7 Ultra。苏7 Ultra 是战斗，但这个是高级，但两者都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准，在他们追求的风格上。然后风格给大家说完了，接下来给大家说说功能性哈。首先这2个背托啊，这个质感都挺好的，这个不用多说了。然后呢，这部分有点像理想，但是也还好。这部分呢比较好的一点就是它做了冰箱的情况下呢，它这个下沉空间还是比较不错的啊，并不是说非常浅。中间的这个下沉式的储物空间很大，比如说香氛的一些接口啊，也和之前是通用的，这个是不需要担心的。然后这个方向盘目前我握持下来的手感呢，它介于苏7和苏7 Ultra 之间，它要明显的比苏7默认的那个方向盘更好，但是它确实没有苏7 Ultra 那个更加厚实的方向盘握起来手感那么的扎实。但是这个方向盘本身相比于苏7来说还是提升不小的。而且它这个副驾呢还有一个容积不小的一个手套箱啊，我在中后给开一下，大家看一下，这个手套箱还是蛮大的。但是它没有一个实体的开关，它需要用小爱或者在这个中控屏进行操作，并且主驾侧和副驾侧都有了2个小挂钩啊，你挂一件东西的话，这也挺实用的。你挂一个什么汤水什么的，放在这个下沉式的这个储物空间那儿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然后呢，还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点就在于前排2个座椅它都支持零重力。比如说我长按这个零重力座椅放倒，大家感受一下，主驾零重力它就进入了。腿托升起来了，方向盘自动调节，然后现在整个人往后扬，现在就是一个非常舒服的姿态啊。那如果你比如说中午在公司想午休一下的话，或者邀请你的同事，你俩一起是吧？中午午休的时候放倒一下，增进一下感情，挺好的。那我现在呢就是调到我这个驾驶的位置哈，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去后排，我们看看后排的空间在这种情况下表现如何，有没有什么惊喜。OK 啊，这个就是我前排驾驶位的基础上，然后我现在后排整个的空间，这个后排我个人体验下来呢，有一个比较惊喜的地方，就是它的坐背的靠背的角度调节真的是非常的夸张哈，现在是一个135度的一个座椅的靠背角度，我感觉一般用不上这么躺。正常来讲，我前面已经是我的驾驶位置，我的腿部空间不算是特别充裕吧，但是绝对不会觉得拥挤。然后再搭配这个非常夸张的靠背角度，其实做一个长途你在这睡一觉什么的，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然后呢，这次它的后排还有一个可拆卸的这么一个磁吸式的控制面板。这个控制面板呢，也能调一些，比如说座椅啊、导航啊、音乐、多媒体啊这些东西，很优雅，是吧？唯一的缺点啊，就是我作为一个数码博主，我觉得它这个屏幕不是 OLED 的，也不是 Mini LED 的啊，我没有这个产品的具体参数，但是以我多年数码博主的经验，它是 LCD。然后呢，它的后排除了这些空间以外啊，它还有一些小的，比如说储物格，这是一个带抽屉式的。然后呢，我这一侧呢，它是个开放式的，所以整个后排我觉得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如果你是一个3口之家，或者你带一孩子，或者说你就是坐4个人的话，我觉得这个后排不会难受，应该是能让后排的用户也有一个比较愉快的旅途。OK， 那小米预期呢，我们里外都看了一遍，我觉得是时候来给它的静态部分做一个总结了。然后我找了一个我认为这辆车最漂亮的部分，
就是从斜45度的正前方拍过去，既能看到它特别长的优秀的头身比的前盖，又能看到它非常性感的屁股。我们在这个地方来做总结，是吧？我觉得这辆车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它不是很像一个传统的 SUV。就法拉利之前他说自己不造 SUV， 他造了一辆 FUV， 是吧？我觉得小米造了一辆 MUV， 就是这辆车的车身姿态啊，它真的不是很像一个传统的 SUV。你把它放到最低以后，它有一点像一个猎装车，不知道这么形容准不准确啊？会不会有歧义？但是如果你对预期是一辆年轻的，然后有智能化的，并且看起来很酷的，能吸引眼球的 SUV 的话，那我觉得这辆车会很完美的符合你的需求。而且我至少静态体验部分，我是认为这辆车对于一对小情侣或者一个3口之家，或者你经常有4人乘坐需求的一个家庭用户来说，这辆车的舒适性配置、豪华性配置相比于苏7是要好很多的。这辆车我看完以后，确实是超出了我的预期啊！我尤其是在内饰部分，我没有想到小米在第2辆车的内饰质感这部分会有这么大的一个进步，而且它本身的车型一点也不像一个油腻的 SUV。各位看视频的小伙伴，你们觉得小米预期的静态部分满分10分能打几分？我感觉给个8.5到9，问题不大。OK， 那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就这么多。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请要点赞、推荐、转发。我是 HK， 我们下期视频见，有个好运，拜拜。